我就是喜欢种草的一个人。当然，大家都知道我都是种菖蒲。如果说我是江南草圣，我就真是不敢当。我觉得这个小草对我很有帮助，知音朋友这么一个关系。后来我自己也找了个园子。我叫王大蒙，地道的无锡人，在无锡的江南大学教书有30多年了。现在我就是退休了，这个状态是我人生中间搞艺术是最好的状态。我这个蒲园呢是在无锡的南边100多平方，后来我也把围墙把它抬高，门一开的话，它就马上进入世俗，门一关进入山林，大隐隐于市嘛。一个好朋友叫华雪涵帮我造的，他这个房子的水边，它可以挖进去，是你感觉房子是建在水之上，这个水是通向远方的，但是实际上没有，它就是1公尺这么一个深度。但是他通过艺术的一个方法，让你有很多遐想。他说借不到天了，我们可以借地。植物大概有50、60种，我不是纯粹种菖蒲。我觉得人生应该就像一个美餐一样，你光吃红烧肉，你不喜欢吃什么炒三鲜，这个有一点亏。兰花大概有50多盆。体现莲是最近盛开了，它的名字叫绿玉，非常的美。天天一大早起来，我首先的第一个事就是看菖蒲，它是一个文化性很强的植物。在唐代的时候，陆游曾经有诗里面有2句，就燕山菖蒲昆山石，把它供在自己的书案上面，然后天天陪伴着它。菖蒲卖得很高，1盆都要上万块。那么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对一棵草的情感，那是世界上任何的民族没有的。比如说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信仰草的民族。菖蒲呢，主要的还是2个品种，一个呢是金钱菖蒲的特点，它就是以中心，然后慢慢的往外面散发。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虎须。虎须呢，它是这个长得比较长，然后呢，它不一定在一个圆心里面。种菖蒲的方式呢，不外乎2种，这种就是腐蚀菖蒲，然后这一种呢就是盆栽。这个腐蚀菖蒲呢，你看我这个盆，原来也是一块大理石，是平的一块石板，然后我自己进行切割、雕琢，所以现在呢变成一个水石盆，不能太高不能超过这个石头的高度。所以扁扁的，这里可以聚水。我这个下面的根须已经全部下来了从这个洞孔里面下来了，它自己会吸水生长。就是有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，我说为什么以前的文人喜欢这个不漂亮的小草？菖蒲它确实不好看。我们所有的中国的艺术都是很朴素的艺术，中国的绘画。中国的器物，中国的园林，这都不扎眼的。这个菖蒲的短息灭，它是一个菖蒲的最美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要种的文气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植物是有要求的，它不是为了眼睛的愉悦它是为了心理的满足。实际上，我这个人是比较朴素的一个人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装，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成长的道路上面。都是文化的贫血，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，困难时期要长身体，没有热吃，后来就上班了。我在无锡的钢铁厂去炼钢铁了，后来还是运气好，读了大学，就改变了我的对知识的渴望，就一直教书，教到退休。所有的我这个园子和植物，都是我的精神的一个需要，他们将来都要离我而去。讲起来这个有一点淡淡的悲伤，但是有一点，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做的充实一点，使你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养我的心。不然的话，你就等一个动物白来一趟，吃得饱饱的像一个猪一样的，这是一个躯壳。